一个满身是血的小女孩被人追杀，眼看就要被抓，但谁都没想到，小女孩竟然逃脱了，最终也因伤势过重倒在了荒郊的一个农场。所幸被早起的农场夫妇发现，看着满身是血、生命垂危的小女孩，赶紧带到医生这里。经检查，小女孩并无大碍，但是她失忆了，连自己名字都想不起来。看着病床上可爱的女孩，膝下无贺的农场夫妇决定收养她，并取名小米。一晃10年过去了，小米已经变成如今漂亮的小姑娘。平日里就帮着年迈的父亲喂牛养猪，帮着患了老年痴呆的母亲做饭，俨然一个村姑的模样。虽然家境拮据，过得还算幸福，但近期因为牛肉的价格的下跌，自家的农场一天不如一天，老妈的痴呆症也更是愈发严重，治疗需要一大笔钱。看着一筹莫展的父亲，小米也是急得焦头烂额。就在这时，要好的闺蜜告诉她，最近有一档非常火爆的选秀节目，奖金高达5亿韩元。为了帮父母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，没学过唱歌的小米参加了比赛，竟然在预选赛还获得了最高分，轻松的进入了总决赛。看着电视上表现出色的小米，父母非常欣慰。但是看到小米表演特殊才艺时，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。母亲也疑惑地问小米是怎么做到的。我也是扒拉了半天片子，还是没看到究竟表演了个啥才艺。但是看到后面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导演的一个伏笔。虽然现在的小米表面上看起来平淡快乐的活着，但是她有个不为人知的怪病，时常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剧烈的头疼，疼起来天崩地裂，就好像脑瓜要炸开一样。第二天，小米和闺蜜在去复赛的列车上遇到了一个帅气的公子哥。公子哥一看就是个老油条，上来就主动跟小米打招呼，说他跟小米非常熟悉，而且还知道小米的另一个名字魔女。小米被这莫名其妙的搭讪弄得也是一脸懵逼，刚在嘴巴的鸡蛋都忘记怎么吃了。小米说：“我完全不认识你啊，你这是要整哪一出啊？”话音刚完，公子哥就一个大嘴巴呼了过来，小米被吓傻了，呆呆的看着眼前这小伙子，心想这小子有病吧，好端端就上来要欺负我个小姑娘。对面的公子哥看着被吓出眼泪的小米，没再继续纠缠，起身说了句江湖再见就离开了。原来公子哥是一个神秘组织的马仔，该组织势力遍布世界各地，主营业务是对人体的改造，拿儿童做实验，改变人体基因，制造出所谓的超级人类。公子哥跟小米同属该组织的实验品，而小米却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例，属于唯一一个 S 超级突变者，从小就有超高的智商和特异的能力，战斗力也在所有人之上，就算受伤也会自我愈合，能力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，这也就是他能成功逃脱组织的原因。公子哥此前的目的是来试探小米是不是真的是